各位好，本周将进行二极体的实验。在实验之前，我们会介绍二极体的用途、电路符号、电路模型，还有一般常见的二极体，如 EN4148 发光二极体、奇纳二极体。最后还会简介二极体的应用电路。二极体具有单向导通的特性，在适当的电压条件下，顺向偏压可以让二极体导通，如同短路一样。而逆向偏压可以让二极体开路。其中，当二极体导通时，它的电流与电压呈现指数关系，因此无法直接套用欧姆定律。二极体的电路符号具有明显的特征，有一个键号会从阳极指向阴极，或称由 p-type 指向 n-type。同时，这个键号也表示在顺向偏压的条件下电流的流向。二极体的另一端会用一条短线挡着。特别的是，奇纳二极体的短线会多2撇。发光二极体则会在原本的电路符号上额外再加2个表示光线的箭头。实际拿到的二极体通常会标注阴极所在，用粗黑的色环标示。发光二极体若有长短，则长正短负。还可以观察具有切平边缘的那一侧是阴极。这边稍微说明一点二极体的电路模型。常见的近似模型有3种：理想二极体，顺向偏压视为短路，逆向偏压视为断路。固定电压降模型，顺向偏压视为导通但会消耗电压，逆向偏压仍为断路。片段线性模型，顺向偏压视为导通，除消耗电压外，随电压增加还伴随一个线性的电阻。逆向偏压则依旧当作断路。真实的二极体电流电压特性曲线，在顺向偏压与逆向偏压的特性截然不同。顺向偏压在导通的前后有一个切入电压，它的大小会随材料还有三杂浓度而变。在逆向偏压方面，若逆偏电压足够大，则非常有可能造成二极体崩溃，这个时候的电流随电压的变化量非常大。奇纳二极体就是专门在崩溃的情况下运作。这里列举一些常见的发光二极体切入电压，随不同材料有不同大小，它们的颜色变化也很多样。二极体常用于电源电路中，用作整流的功能。整流是指在交流电的条件下，电流方向会随时间变，可能是流进，可能是流出。经过整流之后，电流会被限制在单一方向。而投影片所示的半波整流，在每个周期中允许一半周期的讯号通过，另一半周期则被过滤，此时输出的电流为固定流向。但美中不足的是，这样的电源大小忽高忽低，并不实用，所以可以在后面并联一个滤波电容，借由电容去减缓电压的浮动。不过，因为半波整流的效率太差，所以整体来说，输出电压的变化幅度还是非常大。假设把二极体连接成桥式整流的组态，我们可以得到整个周期的输入讯号都可以被整流变成单一方向。此时虽然输出电压仍旧忽大忽小，但并联滤波电容后，我们可以把电压维持在一个很小幅度的波动，这样接近定值的电源才具备实用性。电压的微小浮动在这边称作联波。一般来说，高品质的电源，它的联波可以降低到非常小，